魏无羡酒量好，所以除了脸颊有点红之外，并没有什么。我去厕所呀，难不成师妹连一点点的时间都离不开我吗？死给，快给我滚！魏无羡笑着出了包厢，脸色突然惨白，额头冒着冷汗。他快步走到了卫生间，呕了起来，将刚刚吃的为数不多的东西尽数吐了出来。嗨！突然撕心裂肺地咳了起来，血不停地从他的嘴角流了出来，整个水槽都沾满了鲜血。魏无羡顺着墙壁滑落下来，蹲在地上。他从兜里掏出一大把药塞到了嘴里，因为剧烈的咳嗽，让他脸上的一丝血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一身的冷汗让他十分不适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好了可以坚持1天的吗？魏无羡虚弱地吐槽道。为了回去不让他们发现，他将那只随身携带的变色唇膏涂到了嘴唇上。回到包厢时，魏无羡，你怎么去了那么久？还以为你住里面了呢。尽管怎么说，江澄还是发现了他嘴唇上的颜色。魏无羡，你涂口红了？什么时候这么爱美了？什么鬼？这是变色唇膏，变色，什么口红？魏无羡白了他一眼。还有啊，像你师兄我这么风流倜傥的人需要打扮吗？魏无羡向江挑眉示意，江澄干呕了一声。魏无羡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怎么嫉妒了？不过这是你永远都得不到的美貌。魏无羡收到了来自江澄的超级白眼。魏无羡的归来让所有人都十分关心，当然也包括他，那个他最爱又最不能爱的人。魏无羡心里一根永远都拔不掉的刺。1-2个小时后就各回各家各找个妈了。魏无羡拖着疲惫的身躯，一头扎进了被子里。魏无羡嗅着被子的气味，这里是曾经最美好的地方，但现在檀香被新物品特有的臭味代替，在这座房子里再也找不到一点有关他们曾经的事物，就好像以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回家再也没有那个人温暖的拥抱，没有他关心的问候，没有他最爱的人。魏无羡用手遮住眼睛，苦笑着，都没有了，还这么伤感干什么？蓝湛，你说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吗？他在这个寂静的夜里无声地哭泣着，无助、寂寞、伤心、疼痛，无时无刻地在他的身上周而复始，但却只有他自己。第2天，魏无羡好像昨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，又回到了那个朝气蓬勃的魏无羡，而不是痛苦无助的魏婴。今天，他穿了一件衣柜里唯一一件的白衬衫，领口处有2只兔子。黑色的长裤衬托着他修长笔直的腿，白色的鞋和耳朵上闪闪发亮的耳钉，让他更加有活力。尽管是一身素衣，他还是一样的吸引目光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，连男人也一样。想来也是，他这样的美男子又有谁不喜欢呢？晴姐，我来了。魏无羡坐到了温情面前。怎么了？不在你那酒吧待着，来我这做什么？温情低头做着自己的事。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温情看着魏无羡那张可爱的脸，恨不得抽死他。有事快说，有屁快放，别耽误我时间。温情不耐烦地说，我还有其他病人呢。晴姐，你不爱我了吗？魏无羡做事擦了一下眼泪。我的心可是一直都不变的，你是我永远的榜样。打住！温情打断他，我知道你专修表演系的，演技也非常好，但是这一招对我没有用，还以为我是蓝，抱歉，我没事。虽然嘴上这么说着，但他从眼底流露出来的悲伤却显而易见。我只是可惜你们之间的那份感情，我言中的说一句，不就是白血病吗？这是可以治好的，况且你现在才中期，只要找到合适的骨髓，那就来得及。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和他分开呢？蓝湛这个人呐，倔强得很，我不想他看到我这个样子，我知道。和他分手对我们2个人来说都不好受，但时间可以冲淡这一切。他有他的生活，我有我的命运，他不应该为了我而放弃大好的时光。那你舍得吗？忘得了他吗？时间对于你们2个人的感情根本毫无用处。那又怎样？至少他还有属于他自己的生活。温情，5年了，从早期到中期，可能还会到晚期，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支持我再继续走下去了。这样的日子不要也罢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任何人？不为什么，痛苦我一个人就够了，没有必要徒增给其他人。魏无羡坐在沙发上，抬头看着窗外。你真是无药可救。
温情大骂：“那就无药可救吧。”他笑着，但是还不如不笑。这个要还给你，残次品。残次品也可以给你几个小时的喘息时间。温情拿熟悉的一大袋药。晴姐，我想安度晚年了，太痛苦了。魏无羡苦笑着向外走去。笨蛋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只会让你死得更快？温情将要摔在地上。5年前，云深不知处，蓝湛。蓝湛向魏无羡走来，魏无羡飞扑到了他爱人的身上。蓝湛，我们下课后去吃东西吧。好。蓝忘机的眼里只有这个想和他走一辈子的人，看他的眼神尽是温柔，